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为什么新加坡的领导人总能在事情还没出现问题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解决方案呢？有一个玩笑是说，新加坡政府的爱好是在晴天就开始修屋顶。可您认真的想一想，在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这种思维是不是一种稀缺品呢？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从李光耀先生、吴作栋先生到李显龙先生，再到现在的黄循财总理，新加坡四代领导人是怎样把前瞻性变成一种文化的。当然，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方竹也恳请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方竹还想说的是，他们的未雨绸缪不只是治国之道，更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活得从容的智慧。我们先来说说李光耀先生的生死感。李光耀先生其实不是一个温和的政治人物，你很难用平和好好先生来形容他。他更像是那种站在历史的交叉口攥紧拳头的人，你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压在肩膀上的使命感。这个国家绝不能失败。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那一年，李光耀先生在电视上面对全国发表讲话，忍不住哽咽地说：“我一生都相信合并，但事与愿违，我们只能靠自己了。”这一幕后来反复被人提起，很多人记住了他红着眼圈、流着眼泪的样子。但事实比眼泪更重要的是，那一刻过后，他转身就投入到了新加坡的生存工程里，没有一点的迟疑。他后来坦言说，他始终有一种生死感，一种对国家命运极度清醒甚至悲观的认识。他知道新加坡只是个巴掌大的小岛，资源几乎没有，四周都是比自己强大的邻国。如果在一开始不未雨绸缪，这个国家活不长。于是他定下了3件大事，几乎奠定了新加坡未来几十年的路基。第一，城市规划。当时的新加坡脏乱差得难以想象，几乎就是遍布贫民窟的港口城市。他第一时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HDB， 提出用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解决民生问题。30年内，80%的新加坡人住进了政府的祖屋。房子有了，社会安定了，国家才有未来。第二呢，是水资源危机感。当时的新加坡没有淡水，90%的水依赖马来西亚供给，随时可能被卡脖子。李光耀先生亲自去荷兰考察水处理技术，回来推动了新生水 New Water 项目，把废水净化后再利用。他还主导跟马来西亚签订了长期的供水协议，提前把国家的水安全的问题搞定了。第三呢，就是外交平衡术。新加坡那么小，硬拼是死路一条。李光耀先生坚持不搞选边的现实主义外交，这种灵活又务实的姿态，不光保住了安全，还给新加坡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李光耀先生的前瞻性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极强的危机意识。他常说，我不怕做不受欢迎的决定，因为我怕的是国家没得选。在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李光耀先生当年的这些未雨绸缪，几乎每一步都让新加坡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他的这种前瞻性和魄力，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李光耀先生被视为20世纪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辛基格甚至称他是亚洲的柏拉图之王，既有智慧，又有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他总是先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危机，然后提前做好准备，哪怕这过程里充满了争议，甚至一度不被理解。这就是李光耀先生的特别之处，既有理性，又有一种对这个小小国家深深的爱与敬畏。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吴作栋先生的调整性前瞻。如果说李光耀先生是创世者，那吴作栋先生就是调试者。吴作栋先生上台的时候，冷战刚结束，新加坡正从工业国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但这也是一个焦虑的时代。
亚洲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吴作栋先生的前瞻性体现在3个关键词条：一是软件社会。吴作栋先生意识到硬件建好了，软件要跟上，所以大力推广创意产业、数码媒体、生命科学等领域，希望新加坡不只靠制造业。第2个词条是科技国民。吴作栋先生推行了e政府概念，是最早用数字手段改革公共服务的亚洲领导人之一。那时候亚洲的很多国家还在跑文书，他已经在做电子公民了。第3个词条对新加坡来说也非常重要，是非物质治理。吴作栋先生强调社会心理健康、生活方式、文化认同这些看不见的变量，开始推动艺术中心、社交空间的建设，这是李光耀时代较少关注的领域。有人说吴作栋先生是最像 CEO 的总理，他的风格不张扬、不煽情，但做事极其务实和细致，就像一个耐心修正企业方向的管理者，默默地把重心放在结构性的调整上，把李光耀先生打下的基础重新校准，为新加坡找到通往未来的新增长动力。这就是管理学常常说的第2曲线。当第1条曲线，比如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趋于平缓甚至下滑的时候，提前布局另一条新的上升曲线，比如知识经济、创意产业、数字治理，让国家能够平稳跨越转型期，不断地焕发活力。吴作栋先生的第2曲线的理念不是推翻前任，而是在尊重前任成果的基础上，帮助国家找到下一个支点，这正是他的智慧所在。我们再来说说李显龙先生的数据派理性的前瞻性。如果您看过李显龙先生的演讲，就会发现他总是用非常精准的数据说话，语调平稳却步步为营。他不像父亲李光耀先生那样锋芒，也不像吴作栋先生那样像一位企业的 CEO， 他更像一名冷静的工程师或者是理性的测试，把国家的每一步都拆解成可测算、可模拟的逻辑链条。李显龙先生上任时，正值全球化大潮风起云涌，同时也开始出现碎片化、民粹化社交媒体带来的新型治理挑战。面对这样的局面，他选择了一个理工男式的前瞻风格。一是社会预演制，李显龙先生在很多政策上都坚持试点先行，比如碳税、外来人才配额调整、智慧城市实验区先小规模运行，通过数据观察反馈，再总结经验，调整方案，再全面推开。这样做虽然慢一点，但可以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二是代际平衡，李显龙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新加坡老龄化趋势严重，于是提前布局银发经济，推动终身学习体系，还把 CPF 中央公积金制度设计得更灵活，允许不同年龄的人根据需要提取，既保障养老，又避免了下一代背上沉重的拖累式的养老负担。第3就是平稳接班。李显龙先生是亚洲为数不多提前10多年布局接班梯队的领导人之一。从陈庆炎到黄循财，他把4G团队像项目一样孵化、试用、评估、优化，再提名。这种制度化的传承不仅避免了权力真空，还让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维持了长期的稳定。李显龙先生的强项不是激情，而是理性。他就像一个好棋手，能看到3步5步之后的局势，还能提前把棋盘布置好，让每一个后来人都能够顺利落子，继续推进局面。这种看得远又走得稳的风格，使新加坡今天还能继续在巨变中守住秩序，谋求进步的原因。可以说，在他的棋局里，没有一枚子是随意丢下的，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安排。现在呢，我们来说说新加坡的第4代领导人黄循财总理的危机时代的新前瞻。他一上台就面对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高难度的时代
AI 技术突飞猛进，地缘政治加速分裂，青年一代的焦虑与老龄化问题的叠加，气候危机步步逼近。所有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个个的来，而是一起涌上来，形成了一个复杂交织的局面。那黄循财总理是怎么做的呢？一是把 AI 治理写进国家战略。黄循财总理上任后，立即推动了新加坡的 AI 伦理框架升级，把 AI 必须为人类服务、为社会公平服务写进了国家战略。这是一种并不盲目追求技术的态度，而是强调治理先行，让技术发展更符合公共利益。第二呢，是在外交上强化多边主义。他呢也被称为是政策演讲型总理，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声，强调新加坡必须在多边合作场域中维持存在感。他推动数码贸易协议、碳交易机制、绿色能源通道等新型多边合作，让新加坡在国际网络中继续扮演关键节点的角色。第三呢，就是社会情绪管理。黄循财总理非常关注年轻一代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于是提出了包容性繁荣的理念，通过扩大教育公平、降低创业失败成本、升级终身技能等计划手段，让社会更多元、更有韧性，让年轻人更有安全感。黄循财总理的强项是跨学科应对，他能讲 AI， 也能谈心理健康，能谈财政预算，也能聊国家认同。他的前瞻性是复合型的，这种能力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其实很罕见。很多领导人呢，习惯于用某一种身份看待问题，比如经济学家看经济，工程师看技术，社会学家看民生。但黄循财总理身上融合了理工思维、金融经验、公共治理和社会洞察。他像一个善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构架师，能在混沌里辨认出不同要素的关系，然后用跨学科的方式织出一张稳固的安全网。这种复合型的前瞻意识能让新加坡继续在全球彰显独特。一个小国却能在 AI、绿色转型、多边外交和社会治理多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同时布局，不只是跑在前面，还能把各个方面串联起来。这正是新一代领导人带来的新气质，也是国际社会上难得一见的一种领导力。总结来说呢，当你仔细看这4位总理，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不等问题出现才解决问题，而是用制度、数据和组织把问题变成可以被控制的变量。新加坡能走到今天，真的不是靠运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神话，而是每一代领导人都知道自己不是在收割繁荣，而是在为未来未雨绸缪。方主想说的是，这就是新加坡能成为更好的新加坡的底气。那您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有何自己的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别忘了点赞订阅方主时间。方主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期继续聊全球风云中的智慧与选择。